厨房的巨无霸下水管，你们见过这么长的下水管吗？今天把它拆掉了，拆掉的原因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。电转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志工小米，给一个老客户家处理一下这个下水管的问题。这里面插的是净水器的排水管，怎么感觉插进去1米多呀？这也插的太深了吧？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排水是个什么情况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水槽里面的水现在已经排不出去了。看一下这个下水管是个什么情况。这是从橱柜下边走的一根下水管，哇，太长了。从这边看大概有个7、8米的感觉。现在我们把这些拉耳碍事的全部都拆掉，从这个末端来看一下，下水管它从柜底然后延伸到这个末端，是向上拐了一个弯，然后接近了主管道。这样的做法谁能想得到呀？这也是个奇葩呀，这可是下水管，这不堵吗？角磨机装个切割片，当时做橱柜的时候舍不得切，现在不得已不切不行了。这个后面呢就是主管道的排水管，从这里拆开以后呢，看一下具体情况，然后我们再定一下该怎么改。这就是当时做橱柜的时候把美观放在第一位了，把实用放在第2位了，到最后怎么办？还得拆，永远实用是占第1位的。从这里来看，翻上来大概有差不多30公分了，这一节管这保留不了，直接切掉吧。角磨机切排水管还真的是有风险，臭水直接就喷出来了。后面的位置切不到，只能用锯工给它锯掉了。看这个弯道呢，堵的也不是太严重。这边呢是水槽下边，水槽下边留了这么高一节管，抽不出去，只能也给它切掉。这个房子装完大概也就2、3年的时间也不长，而且是年轻的小两口，也不经常在家做饭。如果经常在家做饭的话，像这种管不出半年就堵死了。整体设计柜子的时候呢，水槽还是要尽量靠近下水管，像这么长的管那不堵才怪。大家看到我发这样的视频呢，都会评论一个这是个有味道的视频，那果不其然。不过我们是干这一行的，干的时间长也就习惯了，都能克服，都是为了那个你懂得。客户家水槽的下水管这一套呢，我打算给它全部都换掉，因为它之前呢是特别细的那种排水管，然后在网上呢给他买了一套下水管，这个呢就比较粗一点的，所以把这一套呢全部给它整体换掉。这一次管道我们不能再走到橱柜下边了，我们要把这个管子呢走在柜子里边，从末端的位置呢测量一下这个管的高度，然后我们按这个高度每一个柜子呢提高1公分，然后给它竖一个坡度出来，在柜子上面呢开一个孔传水管。孔全部打完，从这边还能看得到那边打了一个灯。看一下我们用的水管，这个水管是加长的，不用管，这个是比较粗的。商家说没有那个3米多长的，只能2根1.5米的给它接起来了。为什么用这种管不用 PVC 管呢？ PVC 管的话全部都打成结，然后用接头接起来，那样的话后期怕还是容易堵的话还得把管再锯掉，再重新换新管。用这种管的好处呢是我们把所有的管接好之后，即使以后有淤堵的话，我们可以把管直接拉出来做一个清洗再装回去。这也是我目前能想到最省钱简单的办法了。这2根管对接的话它是一样粗的，用打火机烤一烤，稍微扩大一点，这样可以对接得上。试了一下果然能行，那我们再给它刷点胶吧，刷点 PVC 胶，然后对插上。外边呢再用胶带给它缠好，这样就牢固了。最关键的地方呢是这个末端的位置呢本来就挺高的，如果再翻一个45度或者90度的话就太高了。考虑了一下这样做不合适，直接就来个直接吧，就不拐弯了。这个管多余的给它切掉，预留够合适的位置。这是和 PVC 管接的那个接头，这个接头也用得上。管口对接好之后呢，全部用胶带给它缠好，
做一个2次防护，防止漏水。这边呢就是刷胶，把这个 PVC 接头呢直接给它接上去了，不做拐弯了。现在观察一下每个柜子里面的管呢都有一点下沉，这个要把管呢全部给它拉直了。如果有下沉的话，时间长也会造成淤堵。就用这个伸下来的管件，然后做2个卡扣，把前端后端呢全部给它拉直，中间的部分呢尽量不要让它下沉。后面几段容易下沉的地方做了支撑和吊装，这样改完以后下水的速度应该也快很多了。听一听它的声音吧。下水的效果，听这个声音那就杠杠的。这样处理以后，只不过是在柜子里面不太好看一点，但是出水的效果是会好很多的。距离实在是太长了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如果以后淤堵的话，也告知他了，拆开了可以清洗的。我们拆下来的这节管呢特别重，里面的油腻呢堵的应该特别多了。随便切下来一节，然后打开看一下里面都堵了些啥。这管子里面一多半都堵死了。像这种管这么长，疏通的话也疏通不了。那个疏通的弹簧怎么能过得去呢？那么长，